2026年，全球市場可能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財富大洗牌，一邊是史詩級的大榮漲，股市、黃金、加密貨幣、房地產都可能被推向新高；另一邊是一個足以讓無數人血本無歸的斷崖式崩跌。這兩股力量就像兩個巨人在市場上角力，而我們就是站在這樣的分岔路。美聯儲正式結束了長達3年的量化緊縮，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開啟降息週期。更勁爆的是，鮑威爾在2026年5月就會結束任期。白宮表示可能會在年底前公布接替的人選，市場預計會是這位更加鴿派、更熱愛印鈔的哈塞特。不管是不是他，市場都預期下一任會更聽話，更願意配合印鈔。這3件事加在一起，代表着全球市場的印鈔機即將重啟。一場由資金堆砌起來的資產盛宴似乎已經不可避免。但問題是，這場盛宴到底是營養豐富的晚餐，還是一杯誘人的毒酒？我們上一條影片才剛剛提醒大家，日本加息可能引發的黑天鵝還在天上盤旋，市場還在恐懼情緒裡。我們手上的股票到底是該賣還是該買？如果你也有同樣的困惑，那麼今天這條影片就是為你準備的。因為今天我會帶你徹底看清這場大變局背後的真相。我們會深入探討4個核心問題。第一，美聯儲到底是個什麼機構？它怎麼樣像上帝一樣操控着全球經濟的脈搏？第二，什麼是量化寬鬆 QE 和量化緊縮 QT， 以及為什麼說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榮漲可能即將到來？第三，為什麼說這場大榮漲的終點可能是一場更深更大的崩跌？歷史的教訓給了我們怎樣的警示？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在這樣一個機會跟陷阱並存的市場裡，我們普通投資者應該怎樣部署才能抓住上漲的機會，又能在泡沫破裂的時候全身而退？這條影片的含金量會非常高，我會結合最新的數據、之前發生過的類似事件和我們銀市技術的獨家分析，給你一套清晰的行动指南。請你一定要看到最後，記得點讚收藏這條影片，方便回看。在我們深入探討 QE、QT 這些概念之前，我們必須先搞懂一個最基本的問題：美聯儲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存在？為什麼全世界都要看着它的一舉一動呢？其實它的每一個決定都跟你我的錢包息息相關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全球經濟的心臟。這個心臟通過泵血，也就是發行美元，來維持整個經濟體的運轉。它泵血多了，市場上的錢就多，經濟就活躍；它泵血少了，市場上的錢就少，經濟就會降溫。更具體一點，美聯儲主要有2大職責：第一，維持物價穩定，說白了就是控制通脹，不能讓錢印得太多，導致物價飛漲，老百姓手裡的錢越來越不值錢；第二，促進充分就業，就是要確保經濟有足夠的活力，讓想找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。你看，這2個目標其實是相互矛盾的，要刺激就業就要多放點水，但水放多了又容易引發通脹。要控制通脹就要少放點水，但是水放少了又可能導致经濟衰退，失業率上升。所以美聯儲的工作就像是在走鋼絲，他手裡有2個主要的工具來實現這種平衡，一個是利率，另一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資產負債表，也就是 QE 和 QT。簡單來說，美聯儲就是全球最大印鈔機的掌管者，它決定了印多少錢，什麼時候印，用什麼速度印。理解了這一點，你就能明白為什麼它的每一個動作都能引發全球市場的驚濤駭浪。好，搞懂了美聯儲的角色，我們再來看看它手裡最強大的2個工具 QE 和 QT。整個經濟體是一個大浴缸，裡面的水就是市場上流動的錢，美聯儲就是那個控制水龍頭的人。什麼是 QE？ 量化寬鬆。當經濟不景氣，比如2008年金融海嘯或者2020年疫情爆發，浴缸裡的水位越來越低，美聯儲就會打開水龍頭往浴缸裡放水，這個動作就是 QE。具體怎麼放水呢？它不是真的開動印刷機印鈔票，而是通過在電腦上敲幾個數字，憑空創造出準備金，然後用這些錢去公開市場上大規模購買美國國債和房地產抵押證券，錢從美聯儲流向了銀行和金融機構。這些機構拿到錢後，就會更願意向企業和個人放貸，市場上的錢一下子變多了，借錢的成本也降低了，企業就會敢擴張，個人會增加消費，資產價格也跟着水漲船高。什麼是 QT？ 量化緊縮。正好相反，它是抽水。當經濟過熱，通脹飆升，就像浴缸裡的水太多，都快溢出來了，美聯儲就要踩剎車了。它會怎麼做？
它會停止購買新的債券，並且讓手裡持有的到期債券自然收回本金，不再重新投資。這個就相當於市場上有一部分錢到期後就被美聯儲沒收了，沒有再流回市場。這樣一來，市場上的錢就會慢慢變少，浴缸的水位就下降了。從2022年6月到2025年12月1日，美聯儲就在持續進行 QT， 從市場上抽走了超過2.5萬億美元的資金，這也是導致過去幾年市場波動加劇的重要原因。現在你把這幾個信息拼在一起看：1. QT 結束了，抽水機關掉了；2. 降息要來了，水龍頭不僅不抽水，還要開始慢慢放水了；3. 新主席更鴿派，未來放水的速度和力度可能會超出所有人的預期。這3個疊加就指向了一個讓所有資產持有者興奮不已的前景：大榮漲。這個詞的意思是在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推動下，市場可能會出現一輪非理性的全面的資產價格飆升。股市、黃金、加密貨幣、房地產，所有資產都可能在資金的洪流中被推向新的高點。這個不是由經濟基本面改善驅動的健康牛市，而是一場由錢堆出來的流動性盛宴。聽到這裡，我知道你可能已經熱血沸騰，準備馬上衝進市場大幹一場了。但是請先冷靜一下，因為歷史告訴我們，每一場單純由印鈔機驅動的盛宴，最終往往都伴隨着代價。在2019年，那時候中美貿易戰正在升溫，全球經濟減速，很多分析師都在喊衰退來了。但你知道股市發生了什麼事嗎？標普500在那一年創下了30次歷史新高，美股不但沒有崩，反而像是打了雞血一樣狂奔。為什麼？因為美聯儲看到了風險，在7月開啟了預防性降息，向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，結果美股漲超過14%，黃金也漲了20%。雖然經濟有隱憂，但靠着流動性，美聯儲成功導演了一場軟着陸。那現在的情況看起來和2019年很像，但是魔鬼藏在細節裡：1. 流動性預期拉滿；2. 經濟數據更疲軟；3. 估值已經在天花板。最致命的區別在這裡，市場整體估值處於歷史極高位，是建立在一個高預期之上。市場認為美聯儲會大幅降息，同時經濟還能奇蹟般的不衰退，這就是問題所在。容錯率幾乎為零，如果通脹突然反彈，美聯儲就被迫停止降息，那麼支撐高估值的理由就沒了，這叫殺估值。又或者，如果經濟真的撐不住，陷入硬着陸，企業盈利開始下滑，那麼高股價就失去了支撐，這個叫殺業績。不管是哪一種情況，只要現實稍微偏離預期，這些被吹捧上天的科技股、成長股就會面臨巨大的拋售壓力。即使是一間好公司，當估值倍數從40倍收縮到20倍，股價都足以腰斬。這個就是殺估值的殘酷。記住，一場由流動性預期驅動的大榮漲，雖然會漲，但最終的結局往往是一場更加深刻的大崩跌。因為當預期破滅的那一刻，就是所有高估值資產被集體清算的時刻。所以，我們作為聰明的投資者，不能因為害怕崩跌而錯過眼前的大榮漲，也不能因為貪圖盛宴而忘記背後的懸崖。我們需要做的是戴上夜視鏡，拿起武器，小心翼翼地在機會與風險之間穿行。這個夜視鏡和武器就是我們的銀飾技術。銀飾技術的核心不是預測市場，而是應對市場。它通過分析價格、成交量和市場結構，告訴我們當前聰明錢在做什麼，哪個方向的勝率更高，從而幫助我們做出最有利的決策。結合當前的宏觀局面，我們的銀飾技術給出了以下幾個清晰的信號。第一，大盤判斷。短期來看，隨着 QT 結束和降息預期升溫，市場的派對可能才剛剛開始。流動性的改善會讓市場情緒變得樂觀，特別是對於利率敏感的科技股和成長股，我們可能會看到指數在震盪中不斷創出新高。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，這場派對的背景音樂是越來越響的通脹警報。一旦通脹因為過度放水而再次抬頭，音樂就會戛然而止。所以我們的策略是在音樂停止前盡情跳舞，但一定要時刻盯着出口。從技術圖形上看，標普500指數雖然逼近歷史高點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盲目追高是極其危險的。我們需要的是一套精準的系統，找到那些真正能夠引領市場的強勢股。第二，板塊選擇。在流動性泛濫的時代，幾乎所有資產都會上漲，但泡沫破裂的時候，只有強勢股才能穿越週期。強勢股就是在順風期會比大盤漲得更多，在逆風期比大盤抗跌。我們需要尋找那些不僅有 AI 故事，更有實實在在的現金流寬闊的護城河，並且在技術圖形上走出了強勢趨勢的公司。這些公司才能在泡沫中游泳，並在退潮後依然站立。第三，操作心法。
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市場中，我們的心法可以總結為8個字：左手拿矛，右手持盾。矛就是我們通過銀饰技術精選出來的強勢資產，用來進攻，抓住大融漲的機會。盾就是嚴格的風險控制和倉位管理，比如設置好止損點，一旦市場發出危險信號，能夠毫不猶豫的離場。再比如動態調整你的倉位，在市場貪婪的時候收縮，在市場恐懼的時候擴張。記住，在這場博弈中活下來永遠是第一位的。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道理都懂，但具體操作起來還是很難。比如怎麼判斷趨勢的形成，怎麼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，這些問題如果只是通過1-2條影片是很難完全講清楚的。它需要一套系統性的方法和持續的練習。這也正是我創立銀飾技術公益課的初衷。在這個課程裡，我把過去10幾年在市場上摸爬滾打總結出來的一整套實戰系統，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家。它不是教你什麼一夜暴富的秘訣，而是一套科學的、可複製的交易系統，幫助你建立自己的車頭大燈，看清市場的真實面貌。我們的目標是讓每一個普通投資者都能掌握漲跌都贏的能力，無論市場如何波動，都能夠從容應對。這個公益課是完全免費的，因為我相信財商教育的普及是對這個時代最好的回饋。如果你對系統性的學習一套真正有效的投資方法感興趣，想要在接下來這場可能長達數年的財富大洗牌中，為自己和家人贏得一個更好的未來，我非常歡迎你點擊影片下方的鏈接報名參加我們的公益課，名額有限，希望我們能在課堂上見到你。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你對大融漲和未來市場的看法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，讓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們下條影片再見。